30年没见过这样的，完了，一尸两命啊！笨蛋小姐别添乱，快出去！让开！你干什么？你个傻子会接什么？太尉横位，脐带绕颈2圈，止血钳没有，消毒没有。行，那就凭手感。听我口令，深呼吸，用力！要欢光临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娜塔莎，小姐您说啥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那道雷，小姐你把娃接出来了。神医，活神仙，你救了我娘子和婉儿，小人给您当牛做马。别磕了，去煮一碗红糖鸡蛋给你娘子，她现在最需要的是热量和蛋白质。啥？算了，鸡蛋红糖水，越浓越好。小姐，你以前连针都不会拿，还有您刚才说的娜塔莎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在另一个世界见过一个长这样的宝宝。另一个世界？春草有吃的吗？我好饿。有，奴婢去给您煮面。开局满手血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还有个傻子名声。行吧，穿越第1步活着，第2步吃饱，第3步搞明白这娃为什么长得像娜塔莎。你说他给一个军妇接了伤？是，而且母子平安。那军官逢人就夸，说相府的嫡女小姐是神医。他不是傻子吗？老爷，小姐自从被雷劈了后，像是换了个人。去请她到书房，我亲自见她。是，他娘走得早，我对不住她。可她是傻子这件事，若是传出去，我这丞相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夏周周啊，夏周周，你在现代市急诊科一把刀做手术到猝死，最后被雷劈到了这里。行，老天爷给你重新开了一局，这回别再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了。父亲，进来说话。周周，你认得爹了？原神的记忆告诉我，这个爹对他不差，但也谈不上好，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他，把他藏在后院，像个见不得人的秘密。进来吧，外面冷。你小时候最爱喝这个，你娘做的比府里的厨子做的好。还行。周周，爹问你，你昨天给人接生的事是真的？真的，不止接生，我还会治很多病。爹，您女儿不傻了，但如果您还觉得我是个见不得人的累赘，我可以搬出去住。谁说你是累赘？爹只是怕我丢您的脸。我懂。周周，爹对不住你。别说对不起，没用。您要是真想补偿，就别拦着我行医，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做的事。好，爹不拦你。那个军官已经在京城给你传名了，说你是神医下凡。那就让他传吧，反正从今天起，夏周周3个字不会再被人当成傻子了。好，第1关过了，接下来，等等，这里没有手术刀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 CT 机，连个像样的消毒酒精都没有，我怎么给人治病？可爱吗？穿越第1步活着，第2步吃饱，第3步搞到一套手术工具，药材、工具、助手得一样样攒。什么声音？太子殿下落水了，快下去捞！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怎么会掉进湖里？有刺客推了殿下一把，我们正追呢。殿下，殿下！满是全无，太子殿下红了，全完了！让开！都让开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胆敢冲撞！我是夏周周，丞相嫡女。让我看看太子！胡闹！太子殿下的遗体岂容你一个女子触碰？况且你是个傻子。颈动脉无波动，瞳孔散大但有反射，溺水时间不长，心脏骤停但大脑没死，还有救。他没死，让开，我来。你一个傻子能懂什么？这是太子殿下，万一……放肆！那是太子殿下的嘴，他亲太子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拖下去！想让他活就闭嘴！1、2、3、4， 30次按压，2次通气，继续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人工呼吸，心肺复苏，心脏停了就按回去，呼吸停了就吹回去，不是妖法，是科学。什么科学？闭嘴就是科学。醒了就好，记住，以后掉水里被人捞起来，先按这个步骤救人，别跪着哭，哭不活人。你刚才对本宫做了什么？人工呼吸，嘴对嘴那种，
殿下，您牙没刷，一股鱼腥味。什么？别谢了，下次注意安全。小姐，您真的亲了太子殿下？那叫人工呼吸，不是亲。再说他嘴里一股鱼腥味，谁想亲他？可外面都在传，说您不知廉耻，说您轻薄太子，说您……说什么都行，反正人救活了，传吧，传得越远越好。下次有人掉水里，至少知道要先按胸口，而不是先磕头。夏小姐，小姐，是太子殿下的人。太子殿下命属下送来谢，殿下说今日救命之恩，他日必当重谢。东西放下，人走吧。夏小姐，殿下还让属下转告一句话：今日之事不许外传。不许外传，全京城都知道了，他堵得住谁的嘴？小姐，是金叶子，还有绸缎，还有这是什么？太医院藏书阁的通行令牌，这太子还挺上道。小姐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离搞到一套手术仪器又近了一步。她来了，就是那个亲太子的女人。夏小姐，这里是太医院，不是你一个女子该来的地方。太子殿下的令牌，我能进藏书阁吗？尽可以，但别以为会个什么人心飞腹就能在太医院耀武扬威。你那些歪门邪道上不得台面。张院首，您说的人心飞腹是心肺复苏，不会说可以不说，不用硬编。一个傻子，侥幸救了一次人，就敢来太医院撒野。昨天那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你说谁是死耗子？我是说太子殿下那会儿本来就快醒了。溺水导致心跳呼吸骤停，黄金抢救时间是4分钟，超过4分钟，脑细胞开始不可逆死亡。太子殿下被捞上来时已经没气了，如果不是我，他现在已经在棺材里了。你是御医，你不懂这个？你们可以不认我的方法，但别侮辱我的病人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闭嘴，都散了。全是阴阳五行，望闻问切也是经验主义为主，外科手术的记录几乎为零，抗生素更别提了，连青霉素的概念都没有。这就是我要面对的世界。没有手术刀我就自己打，没有抗生素我就找替代品，没有助手我就自己教。难吗？难，但张元首，太后娘娘出事了！什么？太后娘娘感染了天花，御医们束手无策。陛下大怒，您赶紧进宫吧！一群废物，这养你们何用？陛下息怒，天花乃绝症，自古无药可医，臣等实在无能为力啊！无能为力，那就都去陪葬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人推荐。谁？夏周周，丞相嫡女。太子殿下，那是个傻子呀！殿下，夏周周从未学过医术，不过是会些旁门左道。天花乃不治之症，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她一个深闺女子能做什么？万万不可！而且她名声也不好，轻薄太子，不知廉耻。父皇，儿臣落水那日，御医们都说儿臣没救，是他把儿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他的医术，不管是不是旁门左道，至少救活了儿臣。太后是儿臣的皇祖母，儿臣不会拿她的性命开玩笑，请父皇准儿臣一试。传夏昭周进宫。父皇，儿臣亲自去请他。你？他脾气古怪，旁人去请未必请得动，儿臣亲自去，以示诚意。去吧，快去快回。小姐，您真的不担心吗？太后娘娘得了天花，万一陛下迁怒，担心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神仙。再说了，天花也不是没得治，只是他们不会罢了。夏御医，太子殿下驾到！谁？夏周周，跟我进宫。殿下，您这是命令还是请求？有区别吗？命令的话我就不去，请求的话我考虑一下。小姐您疯了吗？那是太子。本宫请求你，态度不够诚恳。夏周周，本宫求你进宫救太后。殿下，您求人的时候耳朵会红。走不走？走走走，急什么？太后又跑不了。小姐胆子也太大了，那可是太子啊！夏周周，你真的能治天花？怎么，您都亲自来求了，现在才想起来问？本宫是信任你，信任我还问？本宫只是
想确认一下。殿下，天花不是绝症，只要方法对，能活。我在另一个世界见过比这更厉害的病都治过来了，所以您放心，太后不会有事。另一个世界？没什么，我是说我看书多。夏周周，你到底是谁？您不是调查过我吗？丞相府傻子嫡女，被雷劈了之后就变聪明了，还能是谁？本宫查到的和你本人不像。那您觉得我像谁？不像任何人。夏周周，又怎么了？上次你说本宫嘴里有鱼腥味，本宫回去刷了3遍牙。殿下，我那是开玩笑的。殿下爱干净是好事，继续保持。夏周周，你是不是觉得本宫很好笑？没有，我觉得殿下很可爱。谁可爱了？你放肆！站住！夏周周，这里是太后寝宫，岂容你放肆！张院首，是太子殿下亲自请我来的，您要不服，跟太子说去。让他过去。陛下，太后还有救，需要立刻种豆。种豆？那是什么妖法？夏周周，你疯了！种豆是民间渔夫的野路子，从未用在贵人身上。万一有个闪失，你担得起吗？张院首，您说的野路子在民间已经用了几10年。取轻症患者的豆荚研磨成粉，吹入鼻腔，让身体产生抗体。天花的死亡率是30%，而种豆的死亡率不到1%。您行医40年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父皇，儿臣相信他。陛下，臣女夏周周以性命担保，如果太后有任何闪失，臣女提头来见。7天，给臣女7天。7天后，如果太后没有好转，臣女自己走出这个门，不用任何人动手。好，朕准了。我就说会出事。殿下，您一直没回去。本宫担心皇祖母。太后退烧了，您可以去睡一觉了。你也去睡。太后，您活过来了。你是哪家的丫头？丞相府夏周周。好丫头。张元首，你之前说这丫头是妖女？老臣有眼无珠，夏小姐医术通神，老臣心悦诚服。心悦诚服，老东西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夏周周听旨，你医术高明，救太后于危难，朕心甚慰，特封你为太医院御医。这是我朝第1位女御医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另赐御医官服1套。女子为官，这不合祖制。祖制能救太后吗？臣领旨谢恩。小姐，不，夏太医，您太威风了。还行，就是这帽子太大，总往下掉。夏周周，殿下又来求我什么事？本宫是来送礼的。殿下，您怎么知道我头围？看出来的。殿下好眼力。你闭嘴！谢殿下，这礼物比金叶子实在。太好，别丢了。太医院那些人不配看你戴歪的帽子。殿下，您这是在护着我？本宫只是不想再被你亲第2次。嘴硬。张元首，您就甘心让那个黄毛丫头骑到我们头上？
她是个女人，还是个被雷劈过的傻子。如今在京城风头无两，再这么下去，太医院哪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？就是，今日老夫去给吏部侍郎夫人看诊，人家开口就问，怎么不是夏雨衣？简直岂有此理！不甘心又能如何？他救了太后，陛下亲封，你们谁敢去陛下面前说一个不字？张元首，明着不行，咱们可以来顺水推舟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神医吗？那就让他去该去的地方。北境正在打仗，军中缺医少药，将士死伤无数。咱们联名上书陛下，举荐夏御医随军出征，救治将士。妙啊！战场上刀枪无眼，她一个弱女子，万一被流矢射中，或者染了疫病，那就……哎，赵兄此言差矣，咱们是为国举贤，可不是要害他。他自己医术高明，自然能保命。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也是天意，与咱们何干？李大人，北境确实危险，万一他真的……咱们这算不算借刀杀人？王大人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借刀杀人？他是御医，为国分忧不是本分。咱们举荐他去建功立业，是成人之美。北境战事吃紧，军中的确需要良医。陛下前日还忧心此事，明日早朝，老夫亲自上书，你们复议即可。张院首英明。陛下，北境将士浴血沙场，伤病无数，臣等无能不敢擅离太医院，但夏御医医术通神，远超臣等，派夏周周随军出征，救治将士，此乃社稷之福，将士之幸。太子呢？回陛下，太子殿下今日去城外巡视军营了。夏周周是女子，北境孤寒，军中粗陋，她能受得了吗？陛下，夏御医巾帼不让须眉，当初在府中接生，种豆救太后，哪一件不是临危受命？臣相信他必定不负圣恩。臣等附议。准。传旨，夏周周即日起随军北上，任北境行军医政，3日后启程。陛下圣明。小姐，北境那是战场啊！恭喜夏太医为国出征。多谢张院首举荐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回去收拾东西，带上所有手术器械和药材。北境是吧？正好，我也想看看真正的战场长什么样。小姐，您就不怕吗？怕什么？他们想让我死在北境，可我这人命硬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去北境？那边在打仗啊！打仗才有伤兵，有伤兵才需要大夫。我去正好。可是您是丞相府的嫡女，又是御医，凭什么让您去那种地方？太医院那些人分明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他们是故意的，但那又怎样？北境的伤兵不会因为我是被指走的就不需要救治。谁在外面？爹给你炖了鸡汤，路上喝。一定要去。父亲，圣旨已经下了。晴儿，爹以前对不起你。你小时候那么聪明，3岁能背诗，5岁能写字，后来生了那场病，烧了3天3夜，醒来就不认人了。爹找遍了天下的名医都治不好你，爹以为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是那天你被雷劈了之后，你醒了，你不但不傻了，还会接生，会治病，还救了太子，救了太后。爹到现在都不敢相信。父亲，你别解释，爹不想知道你怎么会的，爹只知道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欠了你16年。这16年，我把你藏在后院，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你，因为我怕丢人。晴儿，爹不是个好父亲，爹对不起你，爹以你为傲。您别说了，再说我哭花了脸，明天怎么出征？父亲，我不怪你，以前那个夏周周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全新的。您只要记住，您女儿不是傻子了，以后也不会再给您丢脸。好。到了北境，记得写信，缺什么跟爹说，谁敢欺负你，爹参他。知道了。小姐，您哭了。鸡汤太烫，熏的。你一定要去。殿下，您这是第几次拦我了？本宫只是不想欠你人情。那人情您已经欠了，等我从北境回来再慢慢还。他怎么不走？小姐，您得夹一下马肚子。
夏周周，活着回来。放心吧，殿下，我命硬得很。殿下，记得刷牙，别又一股鱼腥味儿。滚！殿下，小女就拜托您了。丞相放心，本宫已经派了一队亲兵沿途护送，她不会有事。将军，京城派的女御医到了，被副将拦在营门。女的？是，而且听说是那个救了太子和太后的相府小姐。有点意思。走，去看看。军营重地，岂容女子进入？这是规矩。老子当兵20年，没见过女人进军营的。刘副将，我是陛下亲封的御医，奉旨随军。您要拦，拿圣旨来拦。什么御医？你一个女子能治什么病？给将士们端茶倒水都不配。听说你以前还是个傻子，被雷劈好的，我看是撞了邪。就是，女人进军营晦气，傻子也能当御医？他一段是没人了吗？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就是夏周烧，你就是李云峥，有点胆色，敢直呼本将军名讳的女子，你是第一个。敢拦圣旨派来的一一的副将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将军，您的人管不管？让开！将军，她是个女的。本将军说让开，请。将军，您比我想象的年轻。你比我想象的不怕死。彼此。感染率至少70%，很多伤不是致命的，是致死的。这些大夫连最基本的清创消毒都不懂。这个伤口多久了？5天，化脓了，没救了，等着截肢吧。谁说没救了？清创消毒包扎就能保住的腿，你说没救了？去，把军中所有的洗衣妇女、随军家眷都叫来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教他们怎么处理伤口。夏周周，你让这些女人进军营碰伤兵，你知不知道廉耻2字怎么写？女人碰伤兵，成何体统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北境军的脸往哪儿搁？你们看看身后的伤兵营，里面躺着的是替你们挡刀的人，他们血流干了，伤口烂了，躺在那儿等死。你跟我讲廉耻？刘副将，我问你，廉耻比命重要？我再问你们一遍，廉耻比命重要？看好了，这就是不处理的后果。你们是想看着你们的丈夫变成这样，还是跟我学怎么救他们？夏御医，我学，我男人就是伤兵营里的，我不想他死。第一步，清创，用烧过的刀片刮掉腐肉，必须刮干净，不然会继续感染。这不是杀人吗？疼证明他还活着，不疼的已经死了。那东西脏，用了会烂的。草木灰本身就是消毒的，古代行军散的主要成分就是它。没条件时，这是最好的止血药。3天后看效果，如果他的腿保住了，你们就按这个方法做。殿下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学医。您学医做什么？下次再掉水里，本宫不想被人说嘴里有鱼腥味。张院首，北境那边有消息吗？殿下是说战报还没有？本宫问的是夏周周。夏御医刚到北境，应该还没什么消息。他要是写信回来，第一时间送到本宫手里。是。殿下，你要是担心夏御医，可以写封信。本宫不担心他。那您为什么每天来太医院3次？本宫好学。你以前可从来没进过太医院，自从夏御医走了，您比太医院的人来的还勤。他的腿保住了，夏周周。这不合理呀！草木灰怎么能？看到了吗？就这么简单。现在我教你们下一步，如何区分化脓和正常愈合，如何换药，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截肢。谁学不会，
谁就去洗全营的袜子。将军，这女人太不像话了，天天在伤兵房里和一帮男人混在一起。刘副将，伤兵房的死亡率这个月降了多少？降了3成。你继续说。本将军不管她是不是女的，能救人的就是好大夫。还有，他那个草木灰止血的法子，让全军推广。是。小姐，您3天没好好睡了，喝点粥吧。这粥谁煮的？没放盐。厨房说盐不够了，优先给伤兵了。这仗打下去，伤兵只会越来越多。将军，敌军夜袭，前锋营已经交上手了。春草，把所有女疗伤队员叫起来，准备接伤员。小姐，你也要去？我是军医，不去谁去？夏玉叶，夏玉叶，求您救救他，他是为了救我才中箭的。箭头刺穿了腹壁，很可能伤到了肠道，必须立刻取出来，否则必死无疑。但这里没有手术器械，没有麻醉药。去，烧一锅开水，把我那把最小的匕首拿来，在火上烤透，再找几根细针，穿上线，煮沸消毒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开腹取剑。里面什么情况？夏雨一说要给那个中箭的士兵开膛。娘，兄弟，你娘还在家等你，撑住。夏周周，你敢开膛刨肚？你这是杀人！我让开，他就会死。你选。老子选你滚出军营！将军，他要开膛。出去！我说，出去！有几成把握？5成。够了，动手吧。本将军给你守着，没人敢进来。第1步，切开皮肤；第2步，分离肌肉；第3步。夏周周。第4步，找到箭头。灯光，再近一点，手稳住。你抖一下，我可能合错一刀，他就死了。找到了，箭头穿透小肠，但没有伤到大血管，运气不错。这女人疯了，开膛破肚，闻所未闻。可是将军都点头了，将军是被他迷了心窍。好了，小姐，他能活吗？看今晚，如果不发烧，伤口不感染，就死不了。将军，让人把他抬到单独的小帐里，保持干净，每天换2次药，我亲自来。好，你去休息。我不累，还有别的伤员。这是军令，去休息。将军，您身上也有伤。小伤。小伤不处理也会变成大伤，让春草给你包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夏周周，小贱货，大胆，居然直呼太子名讳！你这是什么样子？你没睡觉，你没吃饭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等等等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太子，你不在京城待着，跑军营来干什么？父皇派本宫来巡视北境军务。巡视军务需要你亲自来，还只带了这么点人。本宫以身作则。小贱货，你是担心我吧？谁担心你？本宫只是……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奉旨巡视北境，你看起来气色不错。托夏御医的福，他给本将军治过伤。他给你治伤？开膛取剑，手艺很好。你给他开膛了？不是给他，是给一个士兵，他只是在旁边看着。以后不许给男人开膛。为什么？有伤风化。小贱货，你一个被我亲过的人，跟我说有伤风化。殿下，夏御医在军中救了不少人，将士们都很敬重他。本宫知道，不用你告诉本宫。你们2个，要不要我给你们煮碗面？看你们眼神都快打起来了。你还会煮面？不会，但是春草会。小姐，您别拉我下水。李将军，北境的战况如何？尚可。敌军已退守30里外，伤亡呢？多亏夏御医，伤兵死亡率降了4成。他确实医术高明。你们夸我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？我不好意思。你还会不好意思？我脸皮薄，你不知道吗？脸皮薄的人不会直呼太子名讳。那是他让我叫的。本宫什么时候让你叫了？你没反对啊？不反对就是同意。你赢了。
夏周周，你每天要接触多少男人？数不清。怎么了？本宫觉得你应该戴手套。我再戴，羊肠的，自己做的。不够厚。那您给我找一副厚的来。这是军中斥候用的鹿皮手套，防风防水，你试试。这个好，李云章，谢谢你啊。去，给本宫找一副更好的来。殿下，鹿皮手套已经是最好的了，那就找熊皮的。北境没有熊，那就打一只。这个士兵从马上摔下来，手臂不能动了，你看看是不是骨头断了？不是骨折，是脱臼，复位就行。能动了！夏御医好手法。李将军，军务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。那本宫有些事要和你商量，去大帐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药膳，给那个开腹的士兵补身体。本宫帮你送。您认识路吗？你告诉本宫。往前走，第3个帐篷，左拐，再右拐，再左拐。算了，你带路。夏御医，正找你。昨天那个伤兵发烧了，你去看看。哪个？3号床那个？对。走。李云峥，第3个帐篷，左拐，再右拐，再左拐。左拐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殿下，左边。本宫知道。夏周少，你是不是觉得本宫很烦？萧剑霍，你是太子，本宫知道，你不应该在军营里。本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死了。本宫醒来的时候心跳得很快，然后本宫就骑马来了，3天3夜没合眼。萧剑霍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谁喜欢你了？本宫只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解释了，再解释你的耳朵就要着火了。萧剑霍，我不会死的，我命硬，而且我还欠你一个活着回来。等仗打完了，我亲自还你。对了，那碗药膳你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太子殿下亲自给我送药膳，还迷了3次路才找到我。殿下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京？李将军这是在赶本宫？不赶，但您是太子，久留军营，朝中会有人说闲话。你是怕朝中说闲话，还是怕本宫在这里碍你的眼？殿下什么意思？本宫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殿下，夏御医是陛下亲封的医医，他在军中救人是本将军的荣幸，仅此而已。李云峥，本宫认识你20年了，你骗不了本宫。本宫不会抢你的军功，也不会干涉你的军务，但他的事，本宫不会让。不用你让。夏周周，你觉得李云峥这个人怎么样？萧剑霍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他打仗很厉害，对士兵也好，就是有时候太闷了，一天说不了10句话。你喜欢闷的？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了？我在评价一个将军的业务能力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萧剑霍，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本宫没有。好的，您没有，您只是随便问问，我信。小姐，太子殿下好像真的喜欢您。我知道。那你……我喜欢看他着急的样子，挺好玩的。小姐，您这样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每天都在救人，老天爷欠我的。萧剑霍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里吓人。夏周周，本宫明天要回京了。哦，一路顺风。你就只有这句话？注意安全，别掉河里。夏周周，萧剑霍，我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等仗打完了，我就回京，到时候你请我吃饭。请你吃饭？你欠我的，救命之恩，一顿饭不过分吧？好，本宫请你。想吃什么？火锅，要辣的那种。火锅是什么？你们这个时代没有火锅，算了，到时候我教你做。早点睡。你也早点睡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夏周周，本宫允许你叫本宫的全名。明明是你自己让我叫的，还说允许。本宫走了。
走吧走吧，别在路上磨蹭，早点回京。别给人开膛了。萧剑霍，我是军医，不开膛怎么救人？那你至少戴上手套。戴着呢，李云峥送的，挺好用。夏周周，又怎么了？本宫回京就让人给你打一副熊皮手套。北京有熊吗？没有。那他上哪儿打？可能去隔壁找。这个傻子。太子殿下走了。他来的时候骑了3天的马，没怎么休息。我知道。夏雨怡，你叫他全名，他好像不生气。他习惯了。夏周周，你觉得本将军怎么样？李云峥，你是个好将军，打仗厉害，对士兵也好，但是你不会吃火锅。等你学会了，再来问我这个问题。锅是什么？属下不知。派人去打听。将军，这是军事情报吗？让去就去。小姐，不好了，那个开赴的士兵他发烧了，伤口发红还有脓。伤口感染了，必须马上清创，重新缝合，准备碘伏，没有碘伏，准备烈酒、盐、开水。小姐，他能挺过去吗？感染性休克的前兆，再晚半天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去，把李云峥叫来，我需要他帮忙按住病人。接下来的操作没有麻药，会非常疼。兄弟，你答应过你娘的，撑住。又是没盐的，盐快用完了，厨房说省着点儿。告诉厨房，优先保证伤兵的盐，我们喝白粥就行。小姐，您自己都好几天没吃盐了。我没事，走吧，查房。夏御医，太子殿下命属下送来一批药材和粮草。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缺东西？殿下一直在关注北境的情况。前天收到飞鸽传召，说你们颜良告急，连夜凑了物资让属下送来。殿下说，北境冷，让您带着，别冻着手。回去告诉你们殿下，东西收到了。问他，京城到北境800里，他一天就凑齐了物资，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？属下不知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让他好好在京城待着，别又跑过来。太子送的。很厚的皮。李云峥，你胳膊的伤还没好，别到处乱跑。已经没事了。缝了7针叫没事儿，你是不是对有事儿有什么误解？你在担心我？我在担心我的针线工，缝得那么好看，你要是崩了线，我的作品就毁了。将军，斥候来报，敌军集结了5000人，预计3日内会发起总攻。我们的粮草呢？省着吃还能撑7天。喝药。我没病。伤口还没完全愈合，这碗是消炎的，喝。乖。夏周周，我是说如果敌军打过来，军营守不住，你带着你的女人们先撤。李云峥，你是主帅，你说这种话，军心会散的。我是说真的。我不撤，我是军医，伤兵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将军，夏御医他去，把斥候再派出去，我要知道敌军的具体位置。是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？在想萧剑霍。小姐终于承认了。我在想他那封信，他说补给要15天才能到，我们只剩10天，结果第2天物资就送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太子殿下骗您。说明他早就备好了物资，一直在等机会送过来。他怕我不收，所以先说省着用，然后马上派人送来。太子殿下好有心机。有心机的人不会把心机用在这种地方。这个傻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夏御医，萧剑霍又让你送什么来了？殿下他亲自来了。什么？夏周周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是太子，你不在京城待着，你……本宫来送熊。什么？你不是问北境有没有熊吗？本宫去打了一只，给你送熊皮。萧剑霍，你为了打一只熊跑了800里。本宫顺路。顺路？
从京城到北境哪里顺路？本宫想打。小贱货，你是真的傻。李将军，敌军集结了多少人？5000，预计2日后发起总攻。我们多少人？3000，但有2000是新兵。我有个问题，能赢吗？能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？本宫和李将军认识20年了，从小一起长大。那之前你们互相瞪眼是？闹着玩。行吧，你们商量军务，我去看伤员。这俩人明明感情很好，非要装得跟仇人似的。夏周周，那个开膛的士兵活了？活了，再过几天就能下地了。你救了很多人。殿下，您这是在夸我吗？本宫只是陈述事实。那您多陈述几个事实，我爱听。天冷，喝点姜汤暖身。李云章，你比某人贴心多了。本宫也会送。您送的是熊皮，不是姜汤。熊皮能喝吗？去，煮一碗姜汤来。是。将军，北境战事基本稳住了，敌军退守100里外，短期内不会再来犯。让将士们轮休，养精蓄锐。喝药。乖。夏周周，太子殿下明天回京，你要不要去送送他？他是太子，我是军医，送什么送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殿下，夏御医可能不来了。再等等。路上吃，别饿着。你做的？我像是会做饭的人吗？春草做的，我借花献佛。夏周周，等本宫回京。算了，没什么。夏周周，又怎么啦？本宫在京城等你。你说的火锅，本宫已经让人去找铜锅了。这个傻子。他走了。你其实可以去送他到十里亭。送那么远干嘛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小姐，京城来人了，是急报。什么急报？鼠疫，京城爆发了鼠疫，太医院全部束手无策，已经死了好多人了。陛下口谕，京城鼠疫肆虐，御医无能，特召夏周周火速回京，不得有误。我知道了，给我1天时间准备。夏御医，陛下说10万火急，我说1天，我要带上药材和工具，没有工具，我回去了也救不了人。要出发了。明天一早走。鼠疫，太医院都治不了，你去了，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不去，那些人就死了。我派一队人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夏周周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活着回京城，活着给我写信。你是第2个跟我说这种话的人。第1个是太子。你们俩说的话都一样。你也活着，别趁着我不在又把自己弄伤了。没人给你缝7针。知道了。张院守，今天又死了23个，连城外乱葬岗都埋不过来了。我们已经试了所有的方子都没有用，张院守，要不要再请夏御医？他在北境800里路，等赶回来，京城人都死光了。陛下驾到！张院守，3天了，朕给了你3天时间，死了多少人？陛下饶命，臣等实在无能为力。无能为力，朕养你们何用？朕已经派人去北境召夏周周回宫，在他回来之前，你们给朕撑住，撑不住提头来见。小姐，我们赶得及吗？赶得及，我在，他们就不会死。站住！京城戒严。太医院夏周周奉旨回京，让开。夏御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太医院说这病没救了。他们没救了，我有。
小姐，您能不能低调点？今天又死了23个，连城外乱葬岗都埋不过来了。我们试了所有方子，黄连解毒汤、普济消毒饮、安宫牛黄丸，全都没用。夏雨一到，张院首，死了多少人？217。确诊多少？确诊？就是确定得了鼠疫的。你们连确诊都没做，就给人灌药。现在起，疫区归我管，谁不服，去找陛下。夏周周，你一个女子，你治得好，我马上走。你治得好吗？听好了，鼠疫分3种：腺鼠疫、肺鼠疫、败血性鼠疫。你们得的多半是腺鼠疫，症状是发热、淋巴肿大、咳血。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第一，灭鼠，所有的老鼠洞堵上，死老鼠烧掉。第二，隔离，所有病人集中到这里，不许回家。第三，消毒，衣物被褥用开水煮，屋子里外撒石灰。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连太医院的大人们都治不好，你行？就是，我听说他还是个傻子，被雷劈了才好的，谁知道是不是撞了邪？女人抛头露面不吉利，这病就是老天爷降的灾，你一个女人能逆天？你们说的对，我确实被雷劈过，但你们知道那道雷之后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睁开眼就能看出胎位不正的产妇该怎么接生，我闭上眼就知道天花该怎么种豆。你们叫我妖女也好，傻子也好，你们的命要不要要？夏神医，我儿子在里头躺着，求您救救他，我愿意听您的。都起来，不用跪，按我说的做，能活。小姐，他会不会死？不会，脓排出来，烧就能退。张元首，他这法子能行吗？不知道，但老夫治了7天，死了200人，他治了3天还没死人。张元首，陛下口谕，夏雨医的法子有效，全城推广，太医院全力配合。臣遵旨。夏周周，本宫让你活着回来，你倒好，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。萧剑货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本宫来巡视疫区。你一个太子，巡视疫区，不怕死？你都不怕，本宫怕什么？油嘴滑舌，跟你学的。7天内收治病人103人，死亡22人，死亡率1/2。夏神医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爹就是夏神医救活的，他是活菩萨。在下服了，以后你有什么吩咐，在下万死不辞。夏雨医，老夫服了。张院长，您的茶我不喝，你要是真想谢我，就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把这套隔离、灭鼠、消毒的法子写下来，刻成册子，分发到各州县。下次再有疫病，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。夏雨医，大义京城，老夫不及也。小姐，您现在可是全京城的大恩人了，太医院门口都有人给您立长生牌位了。我又没死，立什么牌位？上来。去哪儿？进宫，父皇要见你。陛下见我干嘛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萧剑货，你脸红什么？车里太热。哦，夏周周，本宫在熊皮手套里放了一样东西，你看到了吗？萧剑货，你这是……本宫说过，等仗打完了，等你从北境回来，等鼠疫平了，本宫就请旨赐婚。你这是先斩后奏。本宫怕你跑。等见了陛下再说。你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？我说了，等见了陛下再说。小姐答应了，我赌对了，回去拿赏钱。所以，你给太子人工呼吸的时候，就想好了要嫁给他？陛下，臣女当时只是救人。他当时就说本宫嘴里有鱼腥味。那你现在嘴里的鱼臭味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行，婚书朕准了。夏周周，你救了太子，救了太后，救了北境将士，又救了京城百姓，这个太子妃你当得起？臣女
谢陛下隆恩。萧贱货，你笑得好丑。你闭嘴！小姐，我的太子妃娘娘，您看，全是给您庆贺的。我还没嫁呢。李云峥，你怎么来了？北京不用守了。听说你要当太子妃了，来斗贺。战场上捡的不值钱，但你用得着。李云峥，你什么时候打的？随便找铁匠打的，不是说你需要手术刀吗？谢谢你，李云峥。太子妃娘娘，保重。小姐，李将军好像……走吧，回去煎药。还有病人没出院呢。小姐，您都是太子妃了还煎药？太子妃就不能煎药了？萧贱货敢拦我，我就给他嘴里灌黄连。那太子殿下也太惨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这个世界还挺好的。主要是我好吧？你在外面？这是人工呼吸，殿下您别想多了。夏周周，你给本宫站住！